高山上的话呢，特别是台湾因为我们海拔高度如果差大，所以上游通常都很高。那海拔高的话呢，温度会低，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学过温度跟气体的溶解度？气体跟液体的溶解度会随着温度的上升而下降嘛，对不对？啊，就喝汽水会打嗝，这是很明显的例子。所以反过来说，在高海拔的地方，在上游，它温度比较低，所以呢，气体跟液体的溶解度就会比较高，所以里面的溶氧量会比较多。所以有一些生物它比较挑的话，它就只能够在上游；有一些生物它不是挑溶氧量，它是挑温度，它也会比较能在上游。来，我问你哦，除去人的因素，你觉得上游、中游、下游哪边是比较好的环境？下游，中下游是比较好的环境，因为温度比较 OK，生物的种类跟生物量都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问你，你会很自然的回答中上游才是比较好的环境，因为台湾的河川几乎没有一条没有被污染的，好复杂的文法，就是每条都被污染，只是它的程度高低如何而已嘛。所以其实呢，我们现在反而觉得高海拔是比较 OK 的地方，但其实真正的热闹跟生物量跟生物多样性高的地方，应该是中下游，因为中下游跟人类活动都太重叠，然后又被污染，所以其实是很糟糕的事情。那我们就会发现，所以呢，其实整个河川它明明是连在一起的，我在同一个时间段面上，我就会看到它整个理化因子、环境因子连续性的变化。我在一个时间点上，我就会看到里面的生物相它的连续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叫做纵的消长。那个字是要念综啊，综合的综。它就会被叫做综的消长。找个地方写吧，我们就讲河川上游、中游、下游，它的环境因子跟生物组成会有连续性的变化。我们不是说吗？随着时间序列的推移，然后它会有那种连续性的变化，对不对？那种连续性的变化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消长。可是消长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一种河川。那河川的话呢，它其实就同一个时间来看的话，它不需要时间序列的推移，我在同时间看，你就会发现它有环境因子连续性的变化，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叫做综的消长，这样 OK 哈，就是我讲知道哪个字吗？综合的综啊，综的消长。好，那我们知道它会有，因为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字哦？这个字其实现在不常讲，就教材会有。可是我们一般讲到消长啊，比较讲，其实我刚才已经讲3次了，对不对？消长是随着时间序列的推移啦，但是这个的话，你明明是同一个时间点去看。你就会看到它有这种变化所以其实我们才会这样子来提它。所以严格来讲，它其实不算消长它只是一种连续性的变异那我们就看到在上游所以上游呢，它因为是这个高山比较陡峭，那所以呢它的流速比较快，因此呢它特别要一些很流线的，要一些很贴着河底的，要一些有办法让自己不会断掉的不然的话流速这么湍急。你就被冲毁了，随波飘动而不受损，身体扁平，对不对？避免被水冲走。然后接下来的话，免疫附于石块上，流线型，减少阻力，对不对？你就要了解这一些。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樱花钩吻龟。那这个樱花钩吻龟的话呢，其实这个它还蛮有趣的，因为它其实不喜欢高的温度所以有人说它会坚持18度 C 以下的水温那当然。你要18度 C 以下的水的话，那就要在高海拔的地区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中游，那中游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讲的河面已经宽了，对不对然后呢，它又不像是高山，它的这个森林的郁闭度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呢，这个阳光可以直接照在水上面，所以其实它的温度也会高。然后再加上它海拔低了，本来就是温度会比较高。好，然后接下来再往下喽，再往下游的话，我们刚刚就已经说了，对不对？它这个一般来说应该是比较好的环境，越来越热闹。可是我们这边有污染的问题所以这边东西就不多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慢慢的就会淤积，然后慢慢的有一些冲积平原，慢慢的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景致出现，然后当然就要到海边去了，就会有一些河流沼泽